我们一起来做荷包蛋胸针。首先，我们环形起针6针的短针。这次的教程我会通过荷包蛋来跟大家讲解一下不同的毛线钩织的成品之间会有怎样的区别。第二行，我们钩织6个短针的加针，一共12针。第三行，隔1针加1针，一共18针的短针。第4行，钩织18个短针。现在我们来制作蛋白部分。环形起针6针的短针。第二行，钩织6个短针的加针，一共12针。蛋白和蛋黄的前4行是一样的钩织方法的。第5行，我们要跟蛋黄合并在一起进行钩织，对应好每一个针目，隔2针加1针。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这一个部分，蛋黄和蛋白是怎样合并的。棉花可以看个人喜好，不是一定要添加的。第6行，隔3针加1针。第7行，钩织30个短针。现在我们来完成蛋白的最后一圈。
30个针目平均分为5个波浪纹，每一组有6个针目。在同样的圈数以及同样的针目数下，越细的毛线成品会越小。有接触微钩的朋友，概念就会更清晰一些。在钩织技巧还没有非常成熟的前提下，我们千万不要混毛线去用。我们在用细小的毛线去钩织成品的时候，如果想要达到同等的大小以及同等的立体感，是要通过适当的加针以及增加行数来达到效果的。越细小的线会越耗时，但成品会更加的精美一些。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不同的线材就不可以去钩织同样的作品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当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过后，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加减针去更改成品的样式。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反复多看几次教程。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